今天我用一个视频教大家4种基础卡士达酱延伸版的奶油。那它不仅可以拿来做蛋糕奶油、面包夹心，还可以用来裱花，绝对的干货视频，建议大家收藏起来。在做卡士达延伸版之前，我们先做基础卡士达酱。先将牛奶倒入锅中，然后将电磁炉开中小火加热。在牛奶加热的过程中，我们将蛋黄、白砂糖一次性倒入盆中，我们用手动打蛋器将它搅拌。我们搅拌至白砂糖融化的时候，可以一次性加入玉米淀粉，还有我们的香草精。好，继续搅拌它。我们搅拌至看不见玉米淀粉为止，我们的牛奶也差不多加热的冒热气。接着我们左手边倒牛奶，右手边搅拌。我们首先慢慢加入，边加边搅拌。搅拌至后面温度差不多，盆中有温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快一点。好，搅拌好后，我们直接反锅继续加热。我们开电磁炉，中小火，继续搅拌它。一定要一直搅拌着，不然的话它会很容易糊底。我们慢慢的搅拌，它的液体会越来越浓稠。我们继续稍微搅拌一下，看它越来越顺滑浓稠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会它糊底或者是不好搅拌，我们可以稍微的离火。好，我们要继续搅拌一下。像这样的状态，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稀，然后我们继续稍微加热个几秒钟就可以了。我们关火来看一下它的状态。我们的基础卡士达酱做好的状态，它是非常顺滑而且细腻，提起来它会有一点点的流动状。好，我们的卡士达酱就做好了。我们做好的基础卡士达酱可以将它平均分成4份。我们倒出来的卡士达酱一定要贴面保存它，不然它会结皮。好，贴好后我们放一旁备用。我先教大家第1种延伸，齐布斯特奶油。我们先将水倒入锅中，还有我们的细砂糖一次性加入。我们电磁炉开中小火，在熬煮糖水的时候，我们来打发蛋白。我们将蛋白倒入盆中，然后细砂糖一次性加入。接着我们开动打蛋器，我们直接将蛋白打到干性发泡。我们打好的蛋白提起来会有一些小尖角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了。我们的糖水已经熬到了118度了，然后如果没有温度计的朋友们，可以把它提起来，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拉丝的状态，看，而且它会凝固在上面，现在有点烫，看得清吗？左手倒糖水，右手边搅拌。糖水倒完后，我们开高速打发，打发到提起来有弯钩状，用手摸盆壁，已经接近手温，蛋白就打发好了。我们撕去卡士达酱的保鲜膜，用手动打蛋器打至顺滑。打好后，蛋白双分2次加入基础卡士达酱里，用翻拌的手法混合均匀。混合均匀后，我们将它倒入蛋白霜里，同样翻拌的手法混合均匀。我们的齐布斯特奶油就做好了。
它的状态光滑细腻，口感没有基础卡士达酱那么腻口，可以用来做一些蛋糕的夹心。我教大家做第二种穆斯林奶油，先将黄油打发。 打发到体积比原来大2倍，并且偏白。加入基础卡士达酱，少量多次，搅拌到完全混合，再加第2次。我们要遵循少量多次，直到加完混合均匀为止。穆斯林奶酱口感香浓不腻，相对于稀泥。 它非常适合法式草莓蛋糕或者千层酥。接下来做第3种延伸，外焦关奶油。我们先把提前泡好的吉利丁放入盆中。如果基础卡士达酱已经冷却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微波炉稍微加热一下，或者是反锅加热。我们用余温将吉利丁融化，并用打蛋器搅拌均匀至顺滑。 继续用保鲜膜贴面，直至冷却。冷却好后，我们搅拌至顺滑。搅拌好后，将打好的淡奶油分2次加入。我们先少舀一点进去做翻拌的手法。翻拌均匀后，将它全部倒入到打发好的淡奶油里，同样做翻拌的手法。 翻拌均匀后，我们的外焦关奶油就做好了。这款外焦关奶油口感更加绵密，质地偏厚重，不论是入模具填馅，或者是裱花都能胜任，相当百搭。现在我教大家做第4种延伸王子奶油。我们同样先用打蛋器将它搅拌至顺滑。我们的基础卡士达酱可以用微波炉稍微加热一下，或者是反锅加热。 现在换一个大一点的碗，我们将卡士达酱倒入，还有我们的巧克力，它一定是纯可可的。我们将它搅拌至巧克力融化，搅拌至我们的巧克力完全融化后，我们将它封上保鲜膜。 我们放进冰箱冷藏。冷藏了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将它取出来。我们加一点点白兰地。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果酒或者是这种调味酒都可以。然后我们用打蛋器将它搅打顺滑。搅拌顺滑后，我们的王子奶酱就做好了。 这款王子奶油在意式西西里甜点中运用的比较多。这4种由基础卡士达酱演变成的奶油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